说到日本刀武士刀，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就是天下武剑，这是5把优秀的日本刀的总称。甚至至今，很多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的爱好者都误以为这5把刀就是最杰出的5把日本刀，其实这是个误会。比如被认为是西日本第一名刀的大包平，它就不是天下武剑之一。事实上，天下武剑这个名词，现在考据一般认为是出现于室町时代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直到明治时代才作为文化自信的一部分，成了杰出日本刀的代名词。这个起源也就注定了天下武剑其实全都是室町时代之前的名刀。当然，天下武剑作为长期以来的名刀代名词，除了这些刀剑本身，它们的传承也有各种传奇的经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天下武剑和相关传承中的有趣异话。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哦。鬼王国纲呢，是由镰仓时代的刀工地田口国纲所制的太刀，刃长78厘米，反刃弯曲3.2厘米，在历史上曾是镰仓幕府实际统治者北条氏的传家宝，而现在为日本天皇家族所有。之所以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把刀曾经的主人是北条时赖。当时北条时赖每晚都做噩梦，梦到自己被恶鬼所骚扰。有一次，他梦到另一个怪物告诉他，因为被恶鬼握住了，所以我生锈了，无法从刀鞘中拔出。如果你帮我把这些锈擦干净，我就帮你退治小鬼。于是时赖便重新把这把刀磨亮，就这样出鞘的状态，把它靠在柱子上立着。这刀便向一个方向倒下，顺势切下了一个架子上的妖怪头装饰，其形象竟然正是北条时赖每晚都梦到的恶鬼。从那以后，时赖便不再做噩梦了。此刀因此得名鬼王国纲，听起来是一把能斩烧妖邪的宝刀，但是意外的，后来它又被认为是不祥之刃。镰仓幕府第14代职权北条高时输给了新田义贞之后，鬼王国纲先是落到了斯波高金的手中，而后呢，足利高氏多次强行索要，即使是高金声称这把刀已经被烧得无法使用，并且献出了其他的名刀，高氏依然是索要了鬼王国纲，成为了足利家的传家宝。而后他在战国时代重新被拿出来使用，将军足利义辉曾经使用过这把刀，而后足利义昭上洛之后，将此刀赠送给了织田信长，信长也使用了这把刀。后来丰臣天下时，秀吉得到了鬼王国纲，认为北条时代和这把刀的故事本身就是不祥的传说，如今用过它的人又都是被叛臣所讨杀，更是不祥，所以将其交给了曾经足利氏任命的专门研究刀剑的本阿弥陀家所保管。大阪之战后德川家康得到了鬼王国纲，但是由于他经历了北条足利的灭亡，又被秀吉认为不祥，家康也不愿意亲自保管它，任由本阿弥陀家代管。后来家康将鬼王国纲作为皇太子诞生的贺礼献给了后水尾天皇，不久之后皇太子便去世了，天皇家便也将鬼王国纲送回本阿弥陀家代管。整个江户时代，鬼王国纲就一直作为不祥之刃被封锁了起来，直到明治维新之后，这把刀被重新献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选择由天皇家直系直接保管它，因此之后也没有被赠送给国家。那么作为皇家收藏品，鬼王国纲是不参加国宝认定的，也极少被拿出来展出，可以说是超越了国宝的日本刀。童子切鞍钢，刀长80厘米，反刃弯曲2.7厘米，古时被认为有削铁如泥的锋利。在江户时代，町田长太夫曾用童子切鞍钢试刀，他将6具犯人的尸体叠在一起，然后一刀砍下，竟然斩断了所有尸体，甚至切开了堆放尸体的平台，可见它的锋利。童子切鞍钢与平安时代末期的另一把国宝名刀大包平一起，被许多鉴赏家认为是东日本和西日本武士刀的代表杰作。童子切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他斩杀了大妖怪酒吞童子。据说源赖光为了讨伐大江山的酒吞童子，假扮成山伏，与鬼怪们一起开酒会，等酒吞童子喝醉时，用鞍钢太刀斩下了他的头。后来童子切鞍钢作为顶级名刀，也是先被传到了足利将军家，然后随着权力更替，又到了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德川秀忠等人的手中。然后到了江户时代，这把刀也开始被认为会给主人带来不幸。庆长16年，将军秀忠的女儿胜姬带着童子切鞍钢前往越前松平忠直的领地，据说是因为以前胜姬晚上总是哭，但是把童子切鞍钢放在他的枕头之下后，他就不哭了。于是秀忠将此刀交给了胜姬作为护身符。然后呢，胜姬到了松平家之后不久，德川秀忠就以松平忠直多次行为不端正为由，将他改易了。后来童子切鞍钢就被传给了越后高田藩的松平光长。不久，光长的儿子们为了争权夺利开始内战，最后是由将军德川纲吉亲自镇压了这次动乱，然后废除了高田藩。然后人们开始传言童子切鞍钢会让他的主人失去领地。金山松平家倒是表示不在意，选择继承这把刀，之后也确实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了。松平家保管此刀直至2战结束。
1951年更新的日本国宝名录中，童子切鞍钢被列为武士刀第一。1963年，文化厅出钱买下的童子切鞍钢，然后赠送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从此，它每年都会被公开展示一次，让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把顶尖的日本刀。三日月宗近被称为是最美的日本刀，主流假说认为是由平安时代的明刀工三条宗近所制作，但是还有争议。刀刃长80厘米，反刃弯曲2.7厘米，可能是最古老的有背筋和反刃设计的日本刀。之所以叫三日月，是因为刀身上有云朵状的花纹，使得刀刃仿佛漂浮在云中的弯月，因而得名。因为三日月宗近特别的美观，一直以来都被称为是明刀中的极品，常常也被认为是非刀剑爱好者中知名度和人气最高的日本刀。三日月宗近的早期传承呢，可信记录是很有限的。虽然有曾经是足利家的传家宝啊，曾经被丰臣秀吉的夫人高台院玲玲得到，然后作为遗物传给了德川秀忠啊这些记录，但是证据都比较薄弱，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假说。总之，在江户时代，三日月宗近是被德川将军家所收藏。1933年，三日月宗近被认定为国宝，但是后来德川家财政困难，将这把刀卖给了中岛家。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混乱时，此刀流落民间。1946年，钢铁业专家渡边三郎在一家古董店中以区区2束3文钱购得此刀，经鉴定为国宝三日月宗近。1951年，新的更严格的国宝标准定义之后，三日月宗近再次被指定为国宝，为渡边三郎的儿子陈一郎所有。1992年，渡边陈一郎声称完成渡边三郎的遗愿，将包含此刀在内的12把名刀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现在三日月宗近和童子切鞍钢一样，以每年1次的频率被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大典太光式是由平安时代的刀工山池典太光式所制的太刀，刀刃长66厘米，反刃弯曲约2.7厘米。作为太刀呢，它算是相当矮胖的一把。在室町时代，大典太光式同样是属于幕府将军足利家。到了安土桃山时代，丰臣秀吉以1万担领地作为交换购得此刀，而后赠送给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挚友前田利家。至于为什么秀吉要送出这把刀，现在主流说法有2个故事，一个是和前文的圣吉比较相似，是说前田利家的女儿豪基一直身体不好，在被秀吉收养时，秀吉将大典太光式交给他，放在枕边作为护身符，豪基的身体便好了起来。秀吉想要取回大典太光式之后，豪基的病又复发了，于是呢，秀吉还是把刀交给了他。那么后来豪基回到前田家时，秀吉便将大典太光式一并赠送给了前田家。另一个说法是，当时福建城传闻夜晚有幽灵游荡，前田利家听说之后，亲自前往福建调查真相。丰臣秀吉担心前田利家真的被鬼怪所害，便将大典太光式借给他作为驱邪宝剑。自从利家到达了福建城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幽灵的传闻了。秀吉便将大典太光式赠送给利家，表达感激。总之，大典太光式从此之后被认为是前田家的守护宝具，代代相传。明治时代，即使是天皇想看这把刀，也要亲自前往前田家。1956年，大典太光式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次年追加指定为日本国宝，现由前田裕德会所收藏，偶尔会被送到前田家的大本营金泽展出。蜀珠丸横刺是由镰仓初期的刀工清江横刺所制的太刀，刃长81厘米，反刃弯曲3厘米。相传日莲宗开宗祖师日莲圣人前往开深岩山时，他的一位信众将此刀赠送给他防身。日莲圣人被这把刀的优美所打动，并未将其作为武器，而是在刀柄上挂上佛珠作为破邪法器使用。日莲圣人的这次开山活动异常的顺利，道路一直顺畅，甚至没有发生过一次动物袭击，此刀因此得名蜀珠丸横刺。在弘安5年，日莲圣人去世，蜀珠丸横刺作为遗物被保存于久远寺，后发生火灾，蜀珠丸也失窃。直到1919年，刀剑研究专家山原祥造在一次华族的拍卖会上偶然发现了它。为了防止蜀珠丸横刺被外国人买走，山原家财尽出，终于拍得了这把刀。山原先是将此事告知久远寺，希望对方以拍卖价格回收蜀珠丸横刺，但是久远寺怀疑这是赝品而拒绝。后来山原又找上了离他不远处的日莲宗大寺庙本心寺询问，本心寺鉴定认为这是真品而购买。1922年，文部省对这把刀进行国宝鉴定，确认为真品，并指定为国宝。现在蜀珠丸横刺仍被本心寺所收藏，几乎不对外公开展示。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呀！我们下期再见。